比賽結束，梅西非常憤怒地衝到了更衣室，想要找人理論。當時蘇亞雷斯是極力想拉住他，卻沒有成功。梅西在更衣室待了幾秒鐘之後離開了更衣室，他是要試圖和裁判對峙，而蘇亞雷斯不得不拉住他的胳膊，阻止他進入裁判的更衣室。可以看到梅西是非常憤怒，極為憤怒。朋友們，還是實力說明一切呀！今天在頂住壓力的情況下，阿森納和巴塞羅那都迎來一場脆勝。另外，在北美洲炒作已久的孙興慜和梅西的大戰，孫興慜3-0大勝。賽後，梅西罕見的暴怒衝擊賽後裁判更衣室。具體的情況，請容我娓娓道來。那麼喜歡的話，歡迎您點讚、分享、評論和熱推，也歡迎您點一個訂閱。這裡是老 K 足球新聞，一個有溫度的足球頻道。這個周末最受關注的北倫敦德比，阿森納還是實力為王，4-1雙殺了熱刺，熱刺也實在是沒人了。上半場第32分鐘，薩卡堅決地突入了右路的禁區內，在最危險的位置傳中，埃澤凌空抽射破門，客場1-0領先。不過僅僅2分鐘後，賴斯在自己的禁區附近帶球失誤被斷門，穆阿尼破門，1-1扳平。上半場阿森納的球迷心裡面還覺得挺懸，但下半場第47分鐘夢幻開局，澤凱賴什遠射破門，球直掛死角，客場2-1領先。下半場第60分鐘，熱刺的中後衛犯了致命的錯誤，在後場控球的時候用頭球頂向自己後腰位置，球卻被阿森納斷掉，薩卡單刀被撲出來，埃澤跟進破门，梅開二度，3-1。比賽第94分鐘補時階段，厄德高漂亮的助攻，澤凱賴什用身體倚住了防守球員，兜射破門雙響，比分最終4-1。北倫敦德比仍然是毫無懸念，但整場比赛看下來，熱刺踢得已經很不錯，這場比賽足夠精彩。中鋒澤凱賴什今天是他踢得最好的一場比賽，對抗方面明顯是越來越適應了，只是背身拿球能力確實應該學一下穆阿尼，背身拿球能力確實太弱。再加上阿森納2-0贏伯恩利的那一場，澤凱賴什踢得也很好。澤凱賴什有一個優點，他體力是真的好，跟對面的後衛每次肉搏90分鐘，最後還有勁兒。老 K 總覺得呀，作為中鋒，澤凱賴什的問題是踢球太乾淨了。那麼今天踢完，澤凱賴什在聯賽首發21次，已經有10個進球，可以說已經基本合格。作為中鋒，在場上有對抗，有進球，還有头球摆渡，踢得挺好的。本場比赛梅開二度，是对他每場和对面的中後衛肉搏的一次獎勵。現在的英超是對中鋒位置來說最不友好的聯賽，那麼澤凱賴什的效率已經突破了200大關，達到了每170分鐘就可以進一個球，已經可以被稱為合格。最關鍵是在阿森納今天壓力那麼大，身後的曼城緊追不捨的情況下，北倫敦德比，澤凱賴什和埃澤能夠帶領球隊拿下來，這就是首功。至於埃澤，沒說的，每次踢熱刺，埃澤就特來勁兒。如果英超聯賽38場都是踢熱刺，埃澤甚至可以獲得金球獎。賽後他自己也覺得挺奇怪，他說呀，我自己也不知道，我每場比賽其實都想進球，只是在對陣熱刺的時候似乎特別高效，這是一種感覺吧。今天的2個進球可不簡單，但我總是會努力跑到那些位置尋找空間，付出努力去尋找機會，這需要大量的跑動，大量的投入。今天熱刺球迷對我的噓聲挺多的，但這就是足球，可以理解。你只需要繼續專注於自己該做的事情就可以了。那麼至此，埃澤的職業生涯9次對陣熱刺已經打入8個球，比其他任何對手都要多，並且本賽季英超埃澤打入了6個球，有5個球都是對陣熱刺打進的。本來夏天在轉會窗，埃澤是要去熱刺的，最後被阿森納搶了你的人，還讓你的人打你，還進球，你說氣不氣？另一方面，埃澤進的另外一個球是打老東家水晶宮進的。這個家伙啊，踢球真是 buff 要拉滿才進球。那麼今天咱們也要誇一下對面熱刺啊，穆阿尼這位27歲的法國前鋒，不僅球踢得好，人也謙遜溫和，特別有禮貌，水灵灵的大眼睛看着非常可愛。穆阿尼在巴黎以為是徹底被用廢了，結果來了熱刺他是真拼呀，踢了人伸手去拉，被踢了還傻笑一下。今天的第2個球實際上是被黑了。加布里埃爾確實是個跳水動作，儘管手上有動作吧，但確實也太輕微。這種動作如果都吹的話，那阿森納角球進的球和上半場4個角球全部擠門將，怎麼不吹呢？客觀講，那一個球穆阿尼是有點推人，但加布里埃爾明顯有假摔的嫌疑。但所有的球迷對穆阿尼好感拉滿，不論是自己犯規還是被犯規，他總是笑呵呵的，實力也強，希望以後在英超的表現越來越好。總之，今天的热刺比賽，所有的球員都已經燃盡，也給所有的球迷帶來了一場无与倫比的北倫敦德比大戰。沒有辦法，
熱刺球員受傷太多，希望下賽季熱刺千萬不要降級呀！希望未來每年都能看到北倫敦德比。今天在賽後，主教練阿爾特塔是終於鬆了一口氣。他說呀，這就是足球。當你回過頭去分析阿森納我們對陣狼队那場比賽的時候，你會很納悶，真是活見鬼了，到底是怎麼丟掉那2分的？沒人能解釋清楚。但這就是足球的魅力所在。有時候情況看起來就像世界末日一樣糟糕，但是當你觀察你的球員，看他們如何做出的反應，看他們對勝利有多麼強烈的渴望的时候，我必須說，我感到非常榮幸能每天和這些球員一起工作。我心裡很清楚，我們一定會做出回應的。在足球比賽當中，你可能會贏、會平或者會輸，但我們今天展現出的這種態度、渴望以及對比賽的統治力，真的令人印象深刻。所以我對大家今天的表現感到非常開心。至於質疑，每天都會存在。是的，我們今天做到了，但現在我們必須在3天後，在對陣切爾西的時候再次做到。當你有很高的期待，並且為你效力的這家俱樂部而戰的時候，這就是工作的一部分。如果你不喜歡這種壓力，那就去幹點別的吧。這就是英超聯賽，競爭肯定會一直存在。英超聯賽的10場比賽是一段很漫長的旅程。那麼阿爾特塔在英超的倫敦德比已經取勝了42場，追平了過去切爾西的穆里尼奧，僅次於溫格。這是阿爾特塔執教的僅69次倫敦德比贏下的第42場比賽。穆里尼奧是打了70場，取勝42場。至於溫格嘛，他率領阿森納有194次出戰英超的倫敦德比，取勝106場。本賽季的2回合對陣熱刺，阿森納都是4-1，比分非常雷同。他們也在英超對陣熱刺取得了5連勝，這也是他們自1989年以來首次在聯賽對陣熱刺取得的5連勝。還有今天由於是在客場，所以阿森納也成為第2支在英超客戰熱刺取得4連勝的球隊。第1支是曼聯在2001年到2007年創下的6場連續客場戰勝托特納姆熱刺。反觀熱刺自己在自己的主場最近28場聯賽僅取得4場勝利，7平17負。值得一提的是，熱刺隊不僅給了阿森納6分和6個净勝球，甚至還攔了曼城5分。曼城2回合對熱刺只拿了1分。更令熱刺球迷傷心的是，今天的4-1大敗是阿森納在1978年以來聯賽客戰熱刺的最大分差勝利。剛剛上任的熱刺新主教練圖多爾看來也沒有什麼魔力，他今天非常難過，表示2支球隊的差距太大了，球隊的每個部分都需要審視自己。对目前的熱刺來說，阿森納太強了，但我喜歡球員們的態度。今天到了下半場，熱刺已經幾乎無人可用，而阿森納呢，走馬燈似的換人，靠着自己的家底厚碾壓熱刺，這讓熱刺怎麼贏啊？實在沒辦法，實在非將帥之過也，實在天時不利也。那麼圖多爾敢在這個時候接熱刺這個爛攤子，確實需要勇氣。不過換句話說，本身圖多爾在當教練的名聲也一般，也不存在會毀了以前的英名，因為本來就沒有教練方面的英名。只希望他真的能夠得到一次證明自己的機會，帶領熱刺在最後的聯賽踢出好成績。沒說的，現在這個陣容，熱刺只能龜縮防守擺大巴了。往前的幾年，熱刺只要控球率低於 40%， 反而贏球概率會大於 80%。對於今天的阿森納而言呢，這是一場爭冠的宣言。他們在最關鍵的時刻，在多打1場的情況下，繼續把分差拉到了5分。接下來的賽程，咱們如果只看聯賽，阿森納將會對陣切爾西、布萊頓、埃弗頓、伯恩茅斯、曼城和紐卡斯爾聯隊。而曼城這邊呢，咱們也只看聯賽方面的賽程，他們將對陣諾丁漢森林、西漢姆聯隊、水晶宮、切爾西、阿森納、伯恩利和埃弗頓。最關鍵的一個是聯賽杯決賽，將在3月22日舉行，阿森納對曼城。然後就是4月17日的曼城對阿森納的聯賽，這相當於是聯賽的決賽呀。OK， 另外現在西甲的冠軍爭奪已經進入了白熱化，在最關鍵的時刻，巴薩仍然是實力為王，3-0脆勝萊萬特，重返榜首。開場僅4分鐘，禁區內埃里克加西亞在左路橫傳，小將貝爾納爾首發鏟射破門。第32分鐘，仍然在左路由坎塞洛傳中，德容的後插上墊射破門。第81分鐘，菲爾明在禁區外的右路遠射打中立柱入網，3-0。在最近皇馬赫伊森對華人的歧視傳聞之後，巴薩今天卻讓所有的球員穿着印有中文名字的特制球衣出場，慶祝中國農曆的新年。今天作為穆斯林球員，像亞馬爾還有許多已經進入了齋月，
所以場上能夠看得出來，表現就說明亞馬爾是真的餓，並且齋月呀，他們喝水都受到限制。所以下半場上场前，亞馬爾在球員通道就一直在揉自己的肚子，這是快餓扁了。馬沒有吃夠草，那是真跑不動。這時候也許需要足壇的某個穆斯林老球星給亞馬爾指點一下，看看有什麼方法可以規避一下。齋月期間，亞馬爾的過人成功率極低，既不能吃飯又不能喝水，18歲的小伙子真是辛苦他了。但即便如此，今天亞馬爾10次過人4次成功，17次地面爭搶6次成功，也算是真的已經盡力了。並且最近的亞馬爾越来越低調，在年少輕狂的階段慢慢走向成熟，大家看他也越來越順眼了。總之，今天穿着中文球衣的巴塞羅那所有的球員，包括他們的高层，讓人感覺很舒服，甚至有種心疼的感觉。看亞马爾最後一腳處理球的質量太低，要麼不前不後4傳4射，要麼直接傳給門將，確實是沒吃飯，確實是又餓又渴。在場上該傳還是該射的決策瞬間，腦細胞供電都不夠。接下來的一段時間，由於齋月，亞馬爾估計狀態也不會好到哪兒去。而今年的齋月期間，巴薩將連續4場聯賽在下午的4點15分開球，這就意味着亞馬爾踢球的時候，離他最後一次進食和飲水時間隔得相當長。但巴塞羅那的醫療和營養團隊現在制定了一套嚴格的、不容任何即興發揮的方案，來確保亞馬爾的健康和比賽狀態。在補充能量之前，他會先服用一些電解質或者肉湯或者礦物質的恢復飲料。這4場比賽組成了一個高強度的賽程。俱樂部內部人士很清楚，最難受的是口渴，因此重點會放在夜間時段的補水上。只要太陽落山，首要任務就是亞馬爾要補充水分。目標很明確，讓他的身體在第2天保持充足的水分儲備。只有在確保補水完成後，才開始進行營養的補充。而飲食的安排已經精確到細節，優先會攝入緩慢吸收的碳水化合物，比如穀物、燕麥、米飯、豆類和麵包、土豆或者紅薯，這能夠保證持續穩定的能量供應。大量蛋白質的來源包括魚類、雞肉、酸奶，還有健康的脂肪，例如堅果和牛油果也被納入食譜。此外，還有齋月的傳統食品椰棗，尤其用於開齋時使用，並且必須搭配液體。在夜間也會安排多次進食，有豐盛的晚餐。睡前呢，再補充1次餐食，以及在黎明前最後一餐。今天這一場比賽也是坎塞洛歸來巴薩以後踢得最好的一次。過去這段時間他的壓力非常大，但今天終於是釋放了，不僅送出助攻，還當選了全場最佳球員。打滿全場的坎塞洛完成了2次射門，1次擊中門框，創造3次機會，貢獻2次攔截、2次解圍，還有1次搶斷。過去不僅是在國際米蘭、尤文圖斯、曼城、拜仁還是巴塞羅那，他的發揮總是亮眼。這最近去了沙特聯賽一圈回來的競技狀態一點沒有下降，他只有唯一一點不好，就在尤文和曼城的時候和主教練之間總有些不愉快。但這孩子由於對巴塞羅那的愛，每次到了巴薩從來不鬧情緒問題。這一次國際米蘭和巴薩對他都有意思，但他自己最終選擇了巴薩。可是前面一段時間，由於主教練弗里克已經明確確定了主力陣容，所以坎塞洛只能當替補，上場的時間很少。但這家伙可以勝任左右2個邊後衛，所以在巴塞羅那一定是有他機會的。坎塞洛自己賽後說：“我抓住了教練給的機會，我感覺我訓練表現挺好的，在比賽中我今天都發揮出來了。眾所周知，我是一名進攻型的邊後衛，今天這3分非常重要。我認為我們踢了一場好球，接下來要繼續好好訓練。”因為下一場對陣比利亞雷亞爾的比賽至關重要。好，同樣值得表揚的是小將貝爾納爾，他今天首開紀錄。18歲的他過去遭遇過1次重傷，否則早就在巴塞羅那亮相了。身高1.93米的貝爾納爾，過去的模板一直是老將布斯克茨。今天他賽後說：“我覺得現在拿我和布斯克茨做比較還太早了。總之，我想走出自己的路。布斯克茨一直是我的標杆和榜樣，他可是傳奇人物。老實說，我很高興能夠被拿來和他比較，這說明我幹得不錯。不過在比賽中可以看出來，貝爾納爾有很強的前插欲望，有更強的移動能力，和老布還完全不一樣。過去的布斯克茨那麼強，也是20歲才在巴塞羅那首秀。現在貝爾納爾重傷以後也才18歲，已經有2個進球入賬了。慢慢來吧，感覺他的風格更像曼城的羅德里。也許他會踢出一種 B2B 中場的感覺。他的一腳出球能力很強，大身板也逐漸的卡位越來越好。不過布斯克茨那一腳輕微的假動作，騷氣十足，足以騙過全世界。所有踢中場的球員都可以將布斯克茨過去的比賽集錦作為自己學習的樣板之一。
那麼再次拿到了1分領先優勢的巴塞羅那，未來他們在聯賽當中的賽程將面對比利亞雷亞爾、畢爾巴鄂競技、塞維利亞、巴列卡諾、馬德里競技、西班牙人、塞爾塔和赫塔費。5月9日，巴塞羅那坐鎮主場国家德比對皇家馬德里，也許這一場比賽也是西甲聯賽的決戰場。好，今天在多倫多時間的上午，北京時間的晚上，我陪着大家一起直播看了利物浦1-0戰勝森林的比賽。老實說，森林队踢得真不錯。比賽中我已經詳細的解說了，他們的中場鐵三角2個後腰桑加雷和埃里奧特安德森非常好，10號位的吉普斯怀特也是屬於英格蘭國家隊級別的，還有他們的左中後衛穆里略，23岁年紀輕輕的巴西人，身價已經達到了5500萬歐元。穆里略的左脚一脚抽射能力是很強。对，他們在中後卫位置還有個米伦科维奇，右后衛位置的埃纳也挺有特點。可是很遺憾，森林隊雖然踢得非常好，中後場能力很足，但森林的問題啊就是突頭槍，他們的中鋒伊戈爾熱蘇斯是完全沒有進球能力，左邊鋒奧多伊、右邊鋒哈钦森也沒有突破能力。所以今天的比賽場上其實感覺是森林一直壓着利物浦打。利物浦的中场今天前腰位置的维尔茨在赛前熱身的時候受傷，臨時選用瓊斯替代，但瓊斯加上2個後腰麥卡里斯特和格拉芬貝赫呀，這個中場鐵三角在上半場完全輸給了森林隊。下半場咱們直播的時候，評論區有一位朋友建議用索波斯洛伊和瓊斯換一換，讓瓊斯打右後衛，說不定效果好。沒想到45分鐘後，主教練斯洛特就真的聽進去了。看來他的助理教練團隊有人一定在聽咱們老 K 足球新聞的直播。果然，在瓊斯踢右後衛，索波斯洛伊移到了中场之後，下半場利物浦很有起色，最後連續抓到了2次機會。第一次是89分鐘右路的傳中，埃基蒂克頭球破門，被門將申勇撲出。可惜右後衛埃納倉促之間解圍，踢到了麥卡里斯特身上，反而被破門。可是 VR 最後顯示麥卡里斯特是手球了，胳膊肘。但老 K 對這個判罰呀，個人不以為然。所以89分鐘這一次進球無效。到了第97分鐘，仍然是補時階段，索博斯洛伊傳中，麥卡里斯特門前補射破門。剛看 VR 呢，我們覺得范戴克和麥卡里斯特都越位了，非常的諷刺。森林队後衛的腳後跟更靠近自己球門，越位不成立。於是整個比賽最後的最後，雙方球迷的心情，包括主教練的心情，就像過山車一樣，從天堂到地獄，再到天堂，再到地獄，再到天堂。賽後，森林队新任主教練佩雷拉说这就是足球，很多时候就是不公平。我們今天上半場踢得極為出色，不斷的製造威脅，完全配得上進球，但我們沒有做到。我們3天前剛踢完比賽，逼搶強度無法保持原樣，最終還是丟球了。我們必須接受結果，但球迷們太棒了。我接手球隊的時間不長，我們需要打造這種特殊的凝聚力，只拿1分是不夠的。所以這就是足球，關鍵在於細節，至少拿到1分還算可以接受。值得注意的是採訪當中佩雷拉一直表示拿到1分可以接受，但實際上是諾丁漢森林被絕殺，沒有拿到1分。總之有點意思。這個佩雷拉過去是狼隊的主教練，上賽季帶着狼隊保級功不可沒，但本賽季前面也是他帶的狼隊連續的輸球。佩雷拉葡萄牙人，估計也是超級經紀人門德斯給他介紹的這份工作。那麼斯特林今天也是首次帶着利物浦戰勝森林隊。過去連續3場對森林是1平2負，記錄很尷尬。而今晚96分鐘10秒，麥卡里斯特攻入的絕殺進球，是有統計以來利物浦在英超第4晚的制勝球。這4粒最晚的制勝球中，竟然有2粒都是在客場對森林隊的時候打進的。上半場利物浦確實踢得不行，半場是0射正，而森林隊的上半場11腳射門，2次射正。現在利物浦球迷們更關心的是維爾茨的傷勢重不重。在沒有他的情況下，今天利物浦真的是現了原形。現在左路的加克波不行，右路的薩拉赫老了，中鋒埃基蒂克還可以，但是中場鐵三角沒有維爾茨利物浦起碼損失了一半的進攻能力。甚至你可以直接說，沒有維爾茨，利物浦甚至連1次像樣的進攻都組織不出來。而比賽雖然踢完了，但老可以再重複一下，森林隊的吉普斯懷特、桑加雷還有埃里奧特安德森，這都是可以去豪門打主力的球員。就看曼聯這樣的英超豪門夏天能搶到幾個了。好，今天另一場意甲的焦點戰役 AC 米蘭主場0-1竟然輸給了帕爾馬，聯賽的24場不敗紀錄遭到終結。那麼看來國際米蘭的聯賽冠軍已經是板上釘釘了，因為今天那不勒斯在客場也是1-2輸給了亞特蘭大。至此 AC 米蘭自2014年以來12年首次在主場輸給帕爾馬。他們和領頭羊國際米蘭的積分差距也被拉大到10分。
比賽一直到了82分鐘，特洛伊洛的头球破门，但一開始被吹掉，裁判在看了 VR 之後判罰有效。第85分鐘，裁判甚至因此事對米蘭的工作人員出示了紅牌。現在的情況看來，羅馬隊得加油啊！今年是他們進歐冠最好的機會。值得一提的是，大過年的，今天 AC 米蘭和尤文圖斯的球衣那是真醜，真醜。對比一下巴塞羅那的中文球衣，都不知道你倆在幹什麼。好吧，雖然最後的丟球有爭議，但今天 AC 米蘭確實整個球隊沒有精氣神，丟球前就一直這樣。主場被對方零封，普里西奇的狀態太差，菲爾克魯格也沒有任何作用。這場比賽老將莫德里奇仍然是踢滿90分鐘，40多歲了，傳球總數95次，精準傳球87次，全場最高。莫德里奇在場上 ，AC 米蘭的球迷們看着他是真強，全隊啊就他是有世界級的水準。可感覺呀，就帶着一幫笨蛋在踢球，真是难為他了。哎呀，生氣呀，挺生氣的。今天在比賽中，米蘭的中場球員齊克開場不久就因為一次和對方門將的衝撞倒地不起。賽後我們知道，齊克在這次衝撞當中當場就被撞斷了牙齒，可他的意識還是始終保持着清醒。在被擔架抬出場外之後，他被立刻送到了附近的醫院接受檢查。這是一次非常嚴重的傷勢，除了上排牙齒斷裂和2處傷口以外，英格蘭中場球員齊克還出現了牙槽骨骨折，他將在當地時間晚上接受手術。值得一提啊，有一處傷口竟然在額頭，所以這是一次非常嚴重的傷病。現在還不知道具體的康復時間，但確定的是他肯定會缺陣數月之久。哇，牙槽骨骨折呀，真的蠻嚴重的。看了幾十年的球，都很少聽說这種事兒。要知道，牙根都是嵌在牙槽骨裡面的，牙槽骨如果都有問題，那可能連種植牙的條件都沒有。我們將繼續的關注齊克的傷勢和最後的恢復情況。而那不勒斯這一場輸球也是充滿了爭議。第18分鐘，先是那不勒斯的比科馬頭球破門，1-0領先。下半場第61分鐘，對方的帕薩利奇頭球破門，1-1扳平。比賽第81分鐘，亞特蘭大薩馬爾季奇頭球破門，2-1。值得注意的是，本場比賽上半場結束前，當值主裁判先是判給了那不勒斯一粒點球，可隨後 VR 介入，主裁判最終更改了自己的判法。隨後呢，那不勒斯就由古鐵雷斯打進了能夠將半場比分改寫為2-0的進球，但主教練卻認定當時的霍伊倫在突破傳中的時候犯規在先，進球無效。最後裁判專家的意見是第一個取消的點球沒有什麼問題，兩者的膝蓋之間確實有接觸，但是不是一個點球，取消點球的決定是正確的。可古鐵雷斯那個進球就非常複雜，一開始主裁判沒有吹哨，因為兩個球員都有手臂動作，裁判專家最後也不知道為什麼進球會被判無效，坦白說看不出來有什麼犯規。所以那不勒斯的體育總監喬瓦尼·曼納賽後在接受採訪的時候極為表達了對主裁判的不滿。他說，這真是無話可說，我們進球了，沒有任何接觸，沒有犯規。我不明白主裁判怎麼會吹哨，而且沒有進行 VR 的檢查，那樣的判罰太難看了。我不明白 VR 的作用是什麼，為什麼不能查看？這無法解釋。在都靈我們遭遇了一個點球，在維羅納我們也遇到了一些問題，但這次的判罰是令人難堪的。我們正在爭奪歐冠資格，然後被平白無故的取消了一個進球。我們需要反思，我們只想要公正，這不是足球，這是可恥的。為什麼他們只讓主裁判去回看那前一次的點球判罰？主裁判的哨聲可以理解，但為什麼 VR 不介入？我們的那粒進球不存在任何問題，裁判們認可了一個不存在的情況。當時防守球員自己倒地，我們繼續進攻。也許這場比賽最終我們還是會輸，但這樣的判罰令人難以置信。你參加了一場如此重要的比賽，卻被取消了一個荒謬的進球，我們真的累了。那麼那不勒斯被逆轉之後各項賽事3場不勝，這也是他們自2021年以來首次在亞特蘭大的主場輸球。此前他們客場對亞特蘭大的4連勝也就此被終結，而且與榜首的國際米蘭已經相差多達14分。那不勒斯雖然已經是單線作戰，但已經退出了聯賽冠軍的爭奪。不過老 K 多說一句，現在那不勒斯最大的敵人不是國際米蘭，而是跟他們爭四的尤文圖斯、科莫、羅馬等等。所以我這句話有深意的，您多想一想。OK， 今天咱們再說一下英冠第33輪，謝菲爾德星期三1-2輸給了謝菲爾德聯隊，他們已經提前13輪降入了下賽季的英甲聯賽，這也創造了英冠聯賽提前降級的記錄。幾個月前，謝周三申請破產，進入了托管程序。英格蘭足球聯賽官方宣布扣除了他們本賽季的12個積分。
隨後在12月，他們再次因為欠薪問題再次被扣掉了6個積分，累計扣分達到了18分。本賽季第6輪2-0戰勝普茲茅斯，是球隊本賽季的唯一一場勝利。近段時間呢，他們更是遭到了各項賽事的11連敗，1勝8平24負，現在只有-7分，落後第21名的西布朗維奇41分，正式宣告降級。在英冠的降级区，除了他們，還有萊斯特城，也就是之前還拿了英超冠軍的萊斯特城狐狸城。在英冠的排行榜上，許多熟悉的球隊赫爾城、米德爾斯堡、沃特福德、南安普頓、QPR、斯旺西、斯托克城、諾維奇、萊斯特城、西布朗維奇，還有普茲茅斯。老 K 記得最多的一個賽季，英冠的24支球隊竟然有20支球队都踢過英超。甚至如果我們看英甲，也能有一大堆耳熟能詳的球队。明年的英超又會有新面孔了，考文錘、米德爾斯堡應該能夠升級，還有一個也許是伊鎮。所以英格蘭足球的歷史總是超過100年，球隊只要不解散，就總有興衰。最近英格蘭足球聯賽各俱樂部將在3月份投票決定是否將英冠附加賽擴軍到6支球隊。對這個提案，英超聯賽是反對的，因為英超聯賽擔心，如果一支在英冠聯賽中排名第8的球隊升入了英超，可能會導致英超水平下降，競爭的平衡性降低。那麼從純競技的角度來說，確實是這樣，拿了第3的不能升級，反而有可能是拿了第6的升級。其實漫長的英冠聯賽決出的升級名額本身就很有說服力，可是附加賽呢，更有流量，更有噱頭，一切嘛都為了錢，大家也能理解。謝周三目前正涉及到破產，當然也有財團準備對他進行收購。去年的聖誕夜，俱樂部的管理人已經選定了一個財團，是優先的競標方。這個財團資金主要是2名成員，一個是職業撲克選手詹姆斯·伯德，還有加密博彩的賭場所有者菲利克斯·勒莫。伯德勒莫財團已經支付了一筆數百萬英鎊的定金，確保對謝周三的獨家談判權。但是他們資金的來源必須要進行分析，由於競標方和博彩行業有密切關聯，這個背景可能會讓整個過程更複雜。雖然目前也有其他的博彩行業的人持有一些俱樂部，比如說托尼·布魯姆旗下的布萊頓隊，還有馬修·本漢姆掌控的布倫特福德。但英足總已經自2014年起禁止所有相關人員參與足球博彩，所以在特殊的協議下，布魯姆和本漢姆他們要允許博彩諮詢公司的賬目接受獨立審計，確保不涉及到足球的投注。所以如果收購繼續推進，那麼這次伯德和勒莫也需要簽署類似的承諾，但是英足總是否給他們同樣的豁免，目前還不明確。關於伯德的個人財富資料很有限，僅有報道說他的職業撲克生涯累計贏得了300萬英鎊。這位44歲的投資人曾經為布魯姆和本漢姆的數據驅動型博彩企業工作過，許多業內人士形容他是一名成功的賭徒。那麼伯德和勒莫的顧問就說收購謝周三的資金是私人出資，兩個人主要通過對科技和数据分析領域的投資來積累財富，可是也拒絕透露更多細節。那麼勒莫的資金來源相對清晰一些，他擁有加密博彩賭場和體育博彩網站，該公司是離岸運營，注冊地位於印度洋的科莫羅群島。總之收購足球俱樂部又涉及到賭球的事兒，所以老板來自博彩行業，這不由得不讓人遐想連篇。好，昨天關於皇馬球員賀伊森對華人的歧視事件，現在皇家馬德里在中國的官方微博已經發布了道歉信息，但值得注意的是，道歉僅僅出現在皇馬在中國的官方微博，賀伊森自己的社交媒體並沒有發布相關的道歉信息，皇馬在全世界其他的社交媒體也沒有相關的道歉信息。這種經典的只是由微博運營發的道歉，真的非常的不欣賞。2021年，當時鄧貝萊和格列茲曼在社交媒體傳出的歧視亞裔的行為，也是僅僅由巴塞羅那在中國的微博上進行了道歉。這種國外社交媒體上根本就看不到，只是在國內運營發的道歉，又有什麼用呢？好，另外今天梅西讓我們看到了他非常罕見的暴怒的場景。在美職聯常規賽，邁阿密國際客場0-3輸給了洛杉磯，遭遇開門黑之後，比賽結束，梅西非常憤怒地衝到了更衣室，想要找人理論。當時蘇亞雷斯是極力想拉住他，卻沒有成功。梅西在更衣室待了幾秒鐘之後離開了更衣室，他是要試圖和裁判對峙，而蘇亞雷斯不得不拉住他的胳膊，阻止他進入裁判的更衣室。可以看到梅西是非常憤怒，極為憤怒。
那麼這一場美國媒體炒作已久的孫興慜和梅西大戰，最後是孫興慜完勝。這場比賽的上座人數達到了75673人，成為賽事歷史第2高的上座紀錄。孫興慜今天還說我來美國職業足球大聯盟完全是因為梅西，他讓這個聯賽變得更大。我一直想成為像他這樣的人。梅西的職業生涯中所取得的一切成就都深深地影響了我。我們很幸運能夠看到梅西踢球，他是史上最偉大的球員。所以昨天的節目老 K 剛說了，任何人在足球場在極端的情況下都很難控制住自己的脾气，這就是足球模擬戰爭的遊戲。朋友們，春節快樂，歡迎您點讚、評論、熱推和分享。這裡是老 K 足球新聞，讓我們明天再見。